大家好，这期呢我们来讲一讲各项异性啊，还有跟它搭配使用的这个切项这个节点。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各项异性 BSDF 呢，在这个着色器里，它是只能在 Cycle 底下呢才能使用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使用 Eevee 作为渲染引擎的话，是没有这个着色器可以供我们选择的。但是呢，就是它所有的这个功能在原理化 BSDF 里面呢都可以实现。所以呢，如果有时候嫌麻烦，也不用就是通过这个各项异性的来做混合，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原理化 BSDF。但这回呢，我们还是先用这个各项异性啊。这里呢，我先建立一个方块，新建一个材质啊。可以看啊，原理化 BSDF 里面的这个各项异性过滤、各项异性旋转啊、超度。然后呢，我们着色器里的各项异性啊，这几个呢都是对应的。完了呢，要有这个各项异性的这个效果呢，在原理化 BSDF 里面呢，我们得把这个金属度设置为1。当然，这个在这个各项异性 BSDF 里面呢，是默认已经是这样了，就不用设置了。可以看见我们在这个原理化 BSDF 里面啊，稍微设置一下，它这里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得把这个超度稍微调的低一点啊，从这个角度看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它有这个各项异性的这种效果啊。现在呢，我们还是使用这个各项异性这个节点啊，这样调大一点啊，这个旋转。然后呢，它搭配使用的呢是输入里的这个切项正切。正切呢，它这个选项呢有3个 XYZ 3个，我们把它连到这个着色器的切项输入这里。它这个切项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啊，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2维的这个坐标的在3维里的投影。大家可以看它在 Z 轴上是没有，就是没有变化的，它只在这个 XY 平面上有这么一个直着投射下来的这么一个效果。这里我们这个 XYZ 决定的呢，就是它投影的方向是 Z 呢，就是从上往下投影，X 呢就是沿着 X 轴投影，Y 呢就是沿着 Y 轴投影。相对应的呢，它从哪一个方向投影，就是在哪一个方向有这种圆周的这个效果。但是这个切项的就是局限性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相当于我们这个纹理坐标里的这个生成，也就是说呢，它这个切项的这个中心点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调整它的，它是根据这个边界范围就是我们这方框来进行自动调整的。你像现在我进入到这个编辑模式，我把这个复制一个点，我把它移开，可以看见现在呢，我们这个边框这个方块扩大了到了这么大。它这个中心点呢就移到了这个中间很显然呢，就是通过这个默认的这个切项节点呢，其实就是限制比较多，用起来呢也不是比较方便的跟这个切项的 Z 镜像等价的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几何数据里的这个切项可以看见呢，这个切项呢也是就是通过也是一个生成的它通过我们这个边框方块来定义它这个中心点。所以呢，这个就是顺带提一提。当然这个切项节点呢，有一个就是比较相对还算有用，但是也可以说不怎么好用的一个呢，就是它可以通过 UV 贴图来调整这个，我把这个顶点删掉，来调整这个物体的这个切项。当然呢，这个 UV 贴图这个方式呢，通过方块不太好演示我把它改成一个这个圆柱，一样还是用这个材质贴图呢，先用默认的贴图切换一下
现在先平滑着色，打开自动光滑，可以看见呢，我们使用这个 UV 贴图的情况下，它这个顶部啊，它没有这个圆周的这个效果啊？为什么呢？因为在 UV 贴图，你看现在我 Tab 键进入编辑模式，底下我已经是切换成这个 UV 编辑器了。我这一转动就可以看出来，它这个切向呢，就是我们这个 UV 里面的这个 V 方向啊。所以呢，现在我们控制这个啊，可以通过控制这个顶部这块面转动的方向呢，来调节它顶部的这个光线反射的这个方向啊。同样的呢，就是边上这一些，我可以比如说这样啊。就是呢，我们你看可以通过，因为它是沿着 V 方向嘛，所以呢，我们把它对应的这个部分扭转它啊，就可以得到一些比较，比如说我可以打开这个衰减编辑，然后拖动它啊，就可以造成就是一定范围的这种扭曲的这个效果。就是这种不均匀的这个扭曲呢，通过其他的这个方式是不太容易实现的。这里顺便说一下，就是如果用 UV 的话，我们怎么样让这个顶部也产生那种圆周的效果吧？这个呢，其实就是刚才也说了，它是沿着 V 方向，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让顶上有一个这个圆周的这个效果，我们就需要呢，先把这个顶上这块面Ctrl F 尖分面，现在呢有了一堆这个三角的，但三角呢我没有办法把它就是很好的排列成全都与这个 V 方向平行，所以呢选中中间这个顶点 ，Ctrl Shift 加 B 导角，导一个很小很小的这块角就行，中间这块面呢甚至就是把它删掉都没有问题的。把中间这块面删掉都没有问题的。然后呢，选中这一堆，算了，还是连着刚才那个一起吧。我们选中其中的一块这个四边面，按 U 键，然后选择呢沿活动四边面展开，均匀这样呢它就展开了，成了一个这种形态。我们可以手工把它稍微摆一下，然后呢选中下面一排，右键对齐到 Y 轴。上面一排也是选中，右键对齐到 Y 轴。我们可以呢把上面这里拉平过来，大致拉一下吧。这个大家需要用的时候呢，可以反正就是关键就是让它与这个 Y 轴与这个 V 方向平行，这样呢它才能有一个这个放射状的这个效果。要稍微等一下。可以看它现在呢这个效果呢就出来了。当然呢这个我看一下，通过这个自动光滑的调节一下它。这个效果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但是呢就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吧。这个旋转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 UV 平面上这个圆沿着 Z 轴旋转就是这个旋转。现在我们来讲呢，就是怎么样比较方便的来控制。这里呢这个切向我们不使用这个切向。我们呢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纹理坐标。纹理坐标呢，如果直接把这个物体连过来它现在可以看见呢，怎么说呢？这个现在是它有点问题，我把这个删了，重新建立一个，新建一份。这里呢还是使用这个各项一系。然后呢，纹理坐标呢，这里我用物体，平滑着色，自动光滑
用这个物体的话呢，为了方便控制，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空物件。比如说这里我建立一个空物件，这里就使用一个纯轴，然后呢将这个物体选作空物件，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控制这个空物件的位置来控制它这个，就等于说它投影下来的这个中心点的位置。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斜向的控制它，斜向的控制它可以得到这种效果。但是要注意的是呢，它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投影的，所以呢在另一面呢它会有一个这看的不太这个角度可能看得见，就它投影过来穿透过来，这边呢跟顶上就是垂下去这一点呢，它这个效果呢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呢其实是可以就是手工自己来搭一个这个切向的这个节点它就是这个物体呢我们分离 XYZ 合并 XYZ。这个切向呢，刚才我们看到了它是 Z 方向上呢它是没有内容的，所以呢我们只需要 XY 可以看到它是这样。然后呢将它用一个这个矢量运算进行规格化之后，这个呢其实就是跟这个切向呢是一样的，对吧？但它只是这个方向问题。这个我们只需要用一个这个映射，然后呢沿着 X 轴转动，这里应该是180度吧？不是180度，看这是应该是90度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了。当然呢，就是我们手工搭建的这个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这空物体我删掉，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物体来控制它的这个位置。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可以比较就是更自由的来调整需要它产生这种圆环这个效果的位置吧。当然呢，就是这种正切的这种效果呢，既然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坐标对它进行操作，那呢当然我们也是可以呢将这个坐标系本身来进行调节的。比如说呢就是这个规格化之后的这个矢量这里可以用一个矢量运算，我先把它移动到左下角这里呢分离，把它放到分离之前吧从顶部看，现在呢是移动到了左下角。这个呢可能用一个方块，对，这里我改成一个方块吧，改成一个这个改成一个平面吧，改成一个平面来看呢比较容易观察。这个用1笔吧，这个 cycle 看着太累了我们把它移动到左下角，然后呢就是以前也是常用的，比如说用个魔术就是分出很多小格子。这里呢因为是磨到 0.25， 所以呢之后再通过一个这个缩放4倍，这样呢它又是0到1了。0到1之后呢，我们可以再把它这个中心点移动 0.5 个单位负的 0.5 个单位，这样呢就得到了一堆。那之后呢，我们这个各项异性自然而然它得到的一个这个效果就是类似这种炫光纸或者我们有一些盘子上面通过这种机器打磨出很多这种同心圆的这么一个效果，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各项异性着色器通过就是对这个纹理坐标的这个缩放来得到。看看操度调低一点，这个各项异性。
哦，这里是因为改到了EB，它要在 cycle 底下才能起作用。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也可以得到一个这种，这种具体应该是叫什么一个效果，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也可以得到这种效果吧。然后呢，因为它是只支持 cycle，所以有时候呢不是太方便。但其实呢，就是在这个 EB 底下呢也是可以用的。这里呢，我们就用这个切项吧。在 EB 底下呢，我们可以将这个切项连上一个这个菲涅尔，它也可以得到，但它不如 cycle 底下的这个效果好，但是也可以得到一个就是类似这种样的这么一个效果吧。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菲涅尔连到这个之后看，在这个呢就是在EB 底下呢也可以得到一个类似各项异性的这么一个效果。大致应该也就这些了。